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来医院一看，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仅仅冒出了一点头，缝隙里一直残留小鳞石，导致发炎肿胀，拔牙难度非常大，直到切开牙龈才知道有多可怕。不过呢，不用担心，现在就给你拔掉。医生会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呢会有一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呢，给周围消毒，防止感染。等麻药起效后，医生根据智齿的生长角度，一刀就划开了牙龈，整个过程你不会感觉到痛。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智齿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为了更轻松地把智齿取出来，需要用钻头把智齿一分为2。虽然你感觉不到疼，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现在呢，利用杠杆原理把智齿撬断，你会听到嘎嘣一声，但是呢不必紧张，轻轻一挑就把牙冠取了出来。接着呢，再次利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牙根埋伏的比较深，医生决定再次把牙根部分一分为2。现在呢就比较好弄了，轻轻一抠，牙根就取了下来。拔掉智齿留下的洞会被血液填满，半小时之内会形成血凝块，经过24小时，血凝块会变得坚固结实。所以呢，拔牙24小时内不要刷牙和漱口，否则有可能使血块脱落，导致干草症，那将痛不欲生。接着医生开始缝合伤口，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线头就结束了战斗。有些情况呢不用缝合，需要咬住纱布来帮助止血，一般需要咬半小时左右。拔牙2小时后可以吃一些流质类的食物，不可以喝热水或者过硬的食物，避免剧烈运动，多休息。几天过后又是一条好汉。你因为牙疼的睡不着，来医院一看，蛀牙内部已经被掏空，看起来呢已经坏到了牙神经，直到钻开牙根管才知道有多可怕。首先麻药是少不了的，等麻药起效后，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可以看到根管已经暴露，用工具轻轻一碰就打开了牙髓腔。不用想了，牙神经肯定已经坏死，这种情况呢只能做根管治疗，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不过呢，牙神经已经坏死的情况下，治疗过程是不会有痛感的，否则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痛。医生一般会注射局部麻药，所以呢不用太过担心。这种方式避免了拔牙，最大程度保留了你的天然牙齿。接着呢，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根据测量的深度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锉，来一点点刮出坏死的牙髓。牙髓处理干净后，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接着呢，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随后在根尖里涂上一层密封剂，接着使用牙胶来填充根管，这样呢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接着呢，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接下来用树脂继续填充根管顶部，通过光固化灯快速固化，这样呢根管部分就填充好了。接下来还要使用钻头继续打磨牙冠部分，方便接下来塑形。随后对于牙冠部分涂抹酸死剂，目的是为了清理杂质。等待片刻后处理掉酸死剂，开始填充复合树脂。树脂的填充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确定固化后再继续填充。就这样，医生用工具塑造出了一个人工牙冠，最后呢，再对人工牙冠进行打磨抛光，这样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一般情况下，根管治疗后的牙齿寿命大约为11年。记得好好刷牙。你的2颗门牙中间发生了蛀牙，一张嘴就像卡在牙缝里的奥利给。医生看了一眼，二话没说，连麻药都没打，直接上钻头先把腐质去掉。
医生换了一种工具继续打磨边缘部分，以便树脂填充物能完美贴合牙齿。你比较幸运啊，蛀牙不是很深，没有伤到牙髓，所以呢修补起来也比较简单。接着涂抹酸蚀剂，经过酸蚀处理后，釉质表面在显微镜下呈蜂窝状，能增强与填充树脂的粘接强度。接着医生涂抹粘合剂，你可能会闻到类似强力胶的味道。接着医生使用光固化灯照射，让粘合剂快速固化。接下来在牙缝中放置一个薄膜隔开。现在呢开始填充树脂。树脂的填充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先等固化后再继续填充，期间还要保持牙齿干燥。所以呢医生会对着牙齿一直吹气，你牙齿可能感觉有点冷，再忍忍马上就好了。填充完树脂后，接下来就要对表面进行打磨抛光。这时呢就要用到专用的条状砂纸，先用粗面研磨，随后移到光滑的一面再磨一次。另一颗牙齿也做同样的操作。这还没完，医生又换上了专用砂轮继续打磨。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完全看不出修补的痕迹，到这里蛀牙就修复好了。记得好好刷牙。你这颗牙已经烂透了，为了能啃骨头，你准备花2万块钱种一颗牙。整个种牙过程需要持续半年左右，但最后的成品惊艳了我。首先呢，要把坏牙拔掉，牙齿比较松动，直接上钳子，很轻松就拔了下来。现在呢，需要等待2到6个月，让牙槽骨恢复生长，填满空隙。6个月后开始进行种牙。第一步，进行断层扫描分析，对口腔进行全面检查以及确定种植方案。接着呢，进行麻醉和消毒。等麻药起效后，医生一刀就划开了牙龈，掀开牙龈，牙槽骨就露了出来。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都是用来在牙槽骨上钻孔的。牙槽骨的表层骨质密集，比较硬，刚开始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预开孔。现在呢，要逐渐换成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用粗钻头时转速一定要慢，否则呢会导致摩擦生热，烧毁骨细胞。过程中钻头还会一直喷出生理盐水，就是为了降温。现在呢，使用螺丝纹钻头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就是为了让孔洞和种植体完美契合。孔打好后，医生取来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开始种植的时候要尽量调低转速，慢慢推进去，才不会使接触面骨细胞损坏。接着呢，还需要使用扭矩扳手将种植体拧到规定扭矩。现在要将愈合基台连接到种植体上，等缝合好牙龈，大概呢就是这个样子。这时牙槽骨中的种植体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这个过程呢叫做骨结合。现在只需要等待2到6个月，几个月后，牙槽骨和种植体已经充分结合。现在要把临时愈合基台取下，安装永久愈合基台。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但现在呢要先用树脂填充，接着用光固化灯照射固化。到这里你的牙就种好了，看起来呢和真牙一模一样。现在就可以去啃骨头了，记得好好刷牙。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来医院检查后才发现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并且完全埋在了牙龈里，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来，拔牙难度非常大。直到切开牙龈，我才知道这颗智齿有多可怕。不过不用担心，现在呢就给你拔掉，医生先给你蒙上医用手术动筋，只露出嘴巴。这时你可能会有点紧张，不过呢这还不算什么，医生会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呢会有一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呢给周围消毒。根据智齿的生长角度切开牙龈，因为麻药的效果基本不会感到疼。如果这时你感觉到疼痛，那一定要举手示意，让医生给你加麻加辣。医生用镊子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因为是横着长的，智齿的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为了更轻松地取出智齿，这时就要用球钻削一点牙槽骨，通俗点讲就是用电钻钻你的骨头。这时的你感觉不到疼痛，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即使这样，也不能直接把智齿拔出来，医生还要切开牙冠和牙根，把智齿分为2部分，分别拔出。所以呢，又需要用到钻头。这时的你可能会分泌大量唾液，口水直流，现在就要先把口水抽走。牙冠深深地埋在牙槽骨中，无法直接取出，所以呢还要竖着再切一次。
再次把口水吸干净后，就可以一块一块的把切好的牙冠部分取出。现在只剩下牙根了，由于埋得太深，还要再削一点牙槽骨。现在利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很快牙根就被撬了出来。现在你的下巴可能很酸，再坚持一下，马上就要结束了。由于创口比较大，最后还需要给你缝合牙龈。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的线头，就结束了战斗。为了让牙龈尽快愈合，你需要咬住一块纱布，保持2个小时，1周之后来拆线。期间不可以喝酒抽烟，避免激烈运动。好了，拔掉智齿，你有没有觉得轻松了很多？你知道牙套是怎么装上去的吗？这位小哥来矫正牙齿，因为他的牙齿非常拥挤，需要先拔掉3颗，拔牙后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间隙，使牙齿能够很好的内收。接着呢，涂上酸死剂处理牙面。等待片刻后，再处理掉酸死剂，接着冲洗牙面。今天是个大工程，你这颗牙坏得非常严重，牙齿内部还不停地冒血，直到钻开牙根管，才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更严重。医生给你蒙上手术巾，开始了操作。按照惯例，麻药是少不了的。等麻药起效后，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可以看到，这颗牙已经坏到了牙神经，还引发了炎症。医生刚把内部清理干净，血水就冒了出来。医生决定给你进行根管治疗，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听到这里，你已经紧张地握起了拳头。为了让你放松下来，首先呢就要重新打麻药。医生还特意把针头掰弯了，紧靠着牙齿来一针，内部的神经也要来一针。现在呢需要用钻头打开牙髓腔。吹干后可以看到根管已经完全暴露，接着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根据测量的深度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错，来一点点刮除坏死的牙髓。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牙髓处理干净后，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经过几个不同钻头的轮番操作，可以看到根管和刚开始相比已经扩大了很多。接着呢，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接着呢，要使用牙胶尖来填充根管，牙胶尖要先裹上一层密封剂，这样呢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接着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尖，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接下来还要使用融化的牙胶，继续填充根管顶部。这样下来呢，根管部分就完全填充好了。接着对牙冠部分填充树脂，最后安装上人工牙冠，这样呢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这下你又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了。